有冇發現有啲人呢好特別嘅？佢哋唔怕一個人去食飯，唔怕一個人去睇戲，甚至旅行呢都係自己孭個背囊就去㗎喇。最神奇嘅係呢啲表面上睇落去係孤獨精嘅人呢，往往係升職最快，創業亦都比較容易成功，甚至喺人生呢喺好多方面都比較精彩。今日我哋就嚟揭開呢個成功之謎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V。首先呢，我哋嚟理解一下獨行者專注自己嘅路程同埋成長，唔係時刻關注其他人有啲乜嘢啊，做到啲乜嘢啊。佢哋嘅能量呢，就完全投入喺自己嘅目標，而唔係浪費時間去羨慕或者妒忌其他人嘅成就嗰度。相反，成群嘅牛羊呢，就成日睇住隔離嗰隻羊啊，有幾肥啊，你食啲咩草啊？結果呢，永遠就處於同人哋比較啦、妒忌啦呢一個圈旋入邊，消耗咗大量嘅精神同埋情感資源。真正有實力嘅人呢，都會懂得享受孤獨嘅。猛獸總是獨行，牛羊才會成群。呢句說話咧，點解咁有力量呢？首先，我哋嚟講下孤獨同寂寞係完全唔同概念嘅嘢嚟嘅。寂寞咧係一種負面嘅情緒，佢係因為渴望社交連結，但係又得唔到而產生嘅空虛感。而孤獨咧，或者可以咁講，叫做獨處啦，係一種選擇，係一種有意識咁同自己相處嘅狀態。啲高手會明白咧，獨處嘅時候先至係成長同埋創造嘅最好嘅溫床。歷史上面有好多大思想家啦、藝術家啦、企業家啦，佢哋咧都係比較鍾意孤獨，亦都係喺獨處嘅時候咧創作出好偉大嘅作品嘅。一個成功嘅企業家曾經講過，群體思考咧通常係趨向於平均值嘅，而真正嘅創造啊、突破啊，往往都係自己獨立思考嘅時刻先出嚟嘅。好似標基咁啊，佢每一個年度咧都會有2次呢一個思考週，自己就去到一啲比較靜啊、偏僻嘅地方咧，去進行佢自己獨自嘅生活，唔見其他人，專心睇書啦，或者係諗嘢，去刺激佢公司嘅未來嘅發展同埋策略嘅。我有個朋友阿生咧，佢對獨處有一種好莫名嘅恐懼嘅。每次佢一個人喺屋企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即刻打電話俾朋友，甚至唔係好熟嘅朋友都 OK 㗎。佢話：我唔知點解咧，一個人喺屋企嘅時候咧，就會諗好多嘢，就好唔舒服㗎啦。結果咧，佢成日就被佢啲朋友咧左右佢嘅情緒，好少有自己嘅諗法嘅。心理學家咧研究表明，能夠享受獨處嘅人咧，通常係有比較強嘅自我認同感。佢哋係唔需要其他人嘅認同佢嘅價值，因為佢哋自己已經好清楚自己係邊個，自己想要啲乜。就好似咁講啦，一隻猛獸可以攔鹿，一窩老鼠全部餵貓。單打獨鬥嘅猛虎係因為佢有獨立性啦，同埋專注力，反而咧比一窩老鼠更有效率。精英嘅人往往都係呢一啲鍾意獨處，喺獨處之中咧磨練佢嘅爪牙嘅。出色嘅人從來都唔會過度依賴外在嘅支持。一隻企喺樹上面嘅雀仔唔會擔心樹枝會斷開㗎，因為佢哋相信佢哋靠嘅唔係樹枝，而係自己個對翼啊嘛。呢個譬喻咧係好好嘅。
喺我哋嘅生活入邊咧，有好多樹枝，可能係穩定嘅工作啦、一段關係啦、社會地位啦、物質財富啦，我哋都好捉住呢一啲樹枝咧，因為好驚失去咗呢啲外在嘅支持嘅時候，我哋就會跌到落谷底啦。但係咧，叻嘅人就會明白呢啲外在嘅樹枝咧係會斷嘅，公司會倒閉，關係會變質，財富會貶值，所以佢哋唔會將希望寄託喺呢啲唔穩定嘅物質事或者係事物上面，而係會不斷強化自己嘅翅膀、自己嘅能力、思維同埋價值觀。我朋友 Judy 咧，佢係少奶奶嚟嘅，老公咧開呢個公司啦，開呢個建築公司嘅，收入好高，過住啲好豪華嘅生活啦，日日去 shopping 啊，去做 facial 啊，high 下 tea 啊咁啦。咁但係過咗一排咁嘅生活咧，佢覺得咁樣唔係好有安全感，亦都好冇意思，所以咧就用時間去學咗瑜伽啦，咁考咗個瑜伽教練牌啦，亦都去學設計啦。間中咧都喺老公公司幫手做下一啲 design 做宣傳嘅工作嘅。幾年之後咧，公司嘅佢老公公司嘅生意咧周轉上有啲問題，家庭嘅收入都有啲問題啦。喺呢個危機嘅時候咧，阿 Judy 咧就靠自己咧呢個教瑜伽，同埋有陣時接一啲 freelance 嘅設計工作咧，就去幫補咗一段時間，幫補咗屋企。佢話佢雖然都享受少奶奶生活嘅，但係咧我從來冇覺得呢一個身份咧係我嘅全部。我一直都知道學到嘅嘢先至係真係屬於自己嘅財富。心理學咧有個概念叫做內控型同埋外控型嘅。外控型嘅人咧就係好相信自己嘅人生係由外在因素去控制嘅，好似運氣啦、機遇啦、社會關係啦、其他人啦。而內控點嘅人咧，就會相信呢一啲係決定喺自己嘅行動上面，係自己創造命運嘅。研究顯示咧，內控點高嘅人，往往係有更高嘅成就同埋更高嘅抗壓能力。好多頂尖嘅人咧，都係內控點嘅人。因為佢哋明白樹枝咧係會斷嘅，但係只要自己嘅翼咧夠強，佢哋就永遠唔會跌落嚟噶啦。猛獸總是獨行，牛羊才會成群。背後嘅社會學原理咧，就係群體行為好明顯嘅特點就係從眾心理。從眾心理係人類咧採用群體嘅行為，採用群體嘅態度同信念，即係可能咧，佢哋自己原本嘅諗法違背都好啦，佢哋都可能被人左右嘅。曾經有一個心理學嘅測試就係，即使喺好明顯嘅判斷上面有一條直線，邊一條直線比較長啲啊？當一個人面對一面倒嘅人話 A 呢條線係長啲嘅時候咧，佢都會失去咗自己嘅判斷力，跟住其他人話係 A 呢條線長啲嘅。但係真正嘅領導者、創新者就恰恰相反，佢哋咧就會打破呢啲從眾心理咧，堅持自己嘅判斷同埋信念。好似我大學同學阿 Ken 咧，佢成日有唔同嘅諗法嘅。喺班上面所有人都諗住入大學讀商科嘅時候咧，佢就選擇咗讀呢個環境科學呢個好冷門嘅專業。咁當時就好多人都笑佢啦，話哇你揀呢一科咧冇前途啊！但係佢自己就堅持呢個選擇。而家佢咧已經成為咗環保科技領域嘅專家啦。創造咗自己嘅公司啦，收入咧亦都高過好多其他同學。相反，我另外一個朋友咧，就係一個好典型嘅跟風派。佢中學嘅時候咧，成績好好嘅，對文學亦都好熱情。但係因為屋企人咧同埋其他人嘅壓力啦，就選擇咗讀醫科。雖然佢而家做醫生嘅身份咧，都俾到佢好體面嘅生活嘅。
但係佢一直覺得咧自己係做緊人哋叫佢做嘅人生咯，所以咧個內心咧都係覺得有啲遺憾嘅。群體同個體之間嘅差異咧，就好似牛羊咧同猛獸嘅分別。牛羊係需要群體嘅溫暖同埋安全感，而猛獸咧就係靠自己嘅能力同埋判斷去生存。成熟嘅人咧會理解群體嘅力量，但係唔會屈服喺群體嘅壓力。佢哋知道幾時需要群策群力，幾時需要獨立思考。我哋點樣喺呢個現代社會做一個獨行嘅猛獸，而唔係成群嘅牛羊呢？喺社交媒體盛行嘅時代，比較文化無處不在。我哋每日打開社交媒體咧，都會見到好多朋友影下呢啲旅行相啦、名牌袋啦、豪華餐廳啦、幸福嘅家庭啦。喺呢種情況下咧，妒忌同埋不安咧，可能就好容易產生噶啦。但係一個有智慧嘅人咧，就會點做呢？首先，佢哋會意識咁控制自己接收嘅信息。我有個朋友 Sarah， 佢咧就係一個好成功嘅設計師嚟嘅。佢每個月就會做一次呢個數碼排毒，暫停去睇呢個社交媒體1星期，專注自己嘅創作。佢話：當你停止咗不斷去比較自己，同其他人比較嘅時候咧，你先至能夠咧可以將自己嘅內心真正嘅諗法、真正嘅聲音活出嚟，聽到自己講乜嘢。而我自己都係嘅，我唔會經常係流連喺社交媒體度嘅，甚至咧亦都隱藏咗一啲朋友嘅貼文，少啲睇冇營養嘅嘢。主動去減少去接觸社交媒體，某程度上咧就係捍衛緊自己嘅心靈空間。好多人成日刷呢啲社交媒體啦，即係掃電話睇呢啲社交媒體，不知不覺浪費咗好多時間㗎，仲要不斷去比較，同人哋比較自己嘅生活，產生好多負面情緒。我唔選擇參與呢個比賽，其實就係等於釋放咗自己啫。減少睇一啲冇營養嘅嘢，騰出嚟嘅時間咧就可以睇下書啦，學其他新嘅嘢啦，培養興趣啦，甚至單純咁放空，乜都唔諗。呢啲都係可以對自己對翼咧嘅投資嚟㗎。就算未來嘅社會社交媒體可能仲有其他變化啦，或者係潮流轉咗啦，你嘅知識同埋內在嘅成長係永遠冇人拎走到㗎。智者會喺成群同埋獨行之間揾到一個平衡，佢哋唔會完全孤立自己嘅，而係識得選擇自己嘅社交圈子。呢種平衡咧，係從群體裏面可以得到養分，亦都能夠保持自己獨立思考嘅能力。強者會培養自己嘅抗脆弱性。呢一個理念咧，就係指當你面對混亂啦、壓力啦同埋不確定性嘅時候咧，唔單止能夠生存，仲能夠咧變得更加強大、更加有能力。就好似我哋講嘅，一直企喺樹上面嘅雀仔，佢唔會怕樹枝斷㗎。高段位嘅人就會明白，人生中咧嘅挫折係經常會有嘅，亦都不斷變化。呢個唔係威脅，而係磨練自己嘅機會。成功者會建立自己嘅核心價值，而唔係隨波逐流跟住社會嘅標準。佢哋有自己嘅成功定義，而唔係盲目咁樣認可社會或者認可其他人。例如喺香港，好多人就會話啦，你一定係收入高啦，有車有樓啦，咁咧就叫成功啦。但係大智若愚嘅人就會問自己，呢啲係咪真係我想要嘅呢？定係社會逼我要咁樣做呢？猛獸總是獨行，牛羊才會成群。呢句說話係提醒咗我哋，
人生嘅贏家唔係靠模仿其他人，或者係跟住潮流，而係透過了解自己、相信自己同挑戰自己，去實現突破。當然呢度講緊嘅獨行唔係鼓勵大家去做一個孤獨精、孤立自己，而係要有獨立嘅思考能力，有自己嘅判斷同埋價值觀。正如英國詩人喺《如果》呢篇文告寫到，如果所有人都懷疑你，你仍然相信自己，並且容忍其他人嘅懷疑，咁樣呢個世界就係屬於你㗎喇。如果你有類似嘅經歷或者自己嘅心得，好歡迎大家去留言區分享，我哋一齊學習點樣做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、唔怕孤獨、相信自己嘅強者。多謝你嘅收睇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